全球艺人入侵，所有人都会随机绑定一个单独的安全屋。每当夜幕降临时，都会有人敲门来寻求庇护。一旦错将艺人放进房间，就会遭遇袭击。反之，庇护真人则可以获得100金币，金币能用来购买各种物资升级安全屋。当安全屋等级过低时，艺人将会直接破门而入，杀死房人。于是，为了更好的存活下去，我正在研究怎样能加固房门。这时，一道冰冷的机械音在脑中响起。为了帮助真人更好的存活下去，系统将不定时发布辨别艺人特征。现在公布第一个。指甲泛青且异常尖锐，今夜强制任务，首页请至少收留1名真人，否则会被判定为不合格安全屋，予以清除。新手礼包已发放，请注意查收。说完，机械音就消散了。我看着眼前的普通房门，脑子里想着泛青又尖锐异常的指甲，是像僵尸还是像女鬼？内抓一下，这门不就要碎了？还要收留一个真人，也不能是人就放进来吧？我呼出一口气，算了，现在想再多也没什么用，等晚上再说吧。还是先看看新人礼包有什么。我打开系统面板。上面简单分列了几个选项，商城背包聊天室。我打开背包，背包被分成很多个格子。选中礼包后，一道礼花炸开的特效过后，背包里多了几样物资：10盒红烧牛肉味自热米饭，1箱纯净水，1台手摇收音机，1把 AK47突击步枪，4盒共120发子弹。我激动的差点喊出声，马上将步枪拿在手中，枪身冰凉，沉甸甸的金属质感，摸着就安全感十足。刚才那点不安瞬间烟消云散。我摸摸肚子，现在还不饿。先检查下这个随机分到的房子，这是个2居室公寓，门窗很普通，阳台护栏也不结实。要是一人强攻，根本撑不了几分钟，要赶紧赚金币升级才行。我透过猫眼往外看，楼道一片漆黑，只有应急灯发出微弱的绿光。这时机械音又响了起来，夜晚已来临，访客即将抵达。我马上握紧步枪，要来了！有人吗？求求你快开门，我快撑不住了！听见是个女生，我暗中松了口气。男女力量差异大，即使这个女生有问题，我也有把握开枪。透过猫眼往外看，楼道里灯光太暗，只看到一个纤细的身影。浑身都在哆嗦，看着确实像被逼到绝境的真人。站在原地别动，把手伸到门缝里来，我要检查指甲。要是他犹豫或者不肯伸手，那我绝不啰嗦，直接开枪。门外的女生没有犹豫，马上就把手伸到门缝里。我打开手电，强光下淡粉色的指甲光滑圆润，没有半点泛青也不尖锐，心里稍稍放松了下，但还是没有放下枪。进来。我把门打开，枪口对准她的胸口。女生一进门就双手捂脸，哭得一抽一抽的。她穿着一件白色的 T 恤，淡蓝色的紧身牛仔裤，勾勒出纤细的腰肢和流畅的腿型。我把门反锁好，往后退了2步，拉开安全距离，语气冰冷：“别装哭了，你是谁？现在外面什么情况？”女生这才看到我手里拿着枪，哭声戛然而止，颤抖着说：“我叫唐小玉，外面已经全乱了，到处都是艺人，还有月亮变得特别奇怪，泛着诡异的红光，艺人在红光里好像更活跃了。”她顿了顿，又开始哭。我和室友林菲菲一起逃出来的，我们一起敲了很多安全屋的门，都没人肯开门。菲菲让我先找地方躲着，她去试试别的门，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女生把手拿下来以后，五官精致漂亮，那双哭红的大眼睛更添了几分我见犹怜的感觉。只不过今时不同往日，我被她哭的耳朵疼不耐烦道：“别嚎了，她要是能活下来，以后还会见到；要是活不下来，你哭有什么用？”说完就要绕过我去开门，我一把用力拉住他胳膊。谁让你开门的？他急得眼眶发红，拼命想挣脱我的手，语气带着不解和哀求。我的室友菲菲，你快让她进来啊！我一把推开他，他哎呦一声倒在了地上。我没理会他，透过猫眼看外面，外面站着一个稍矮的女生。站在原地别动，把手伸到门缝里来，我要检查指甲。他犹豫着没有动，我心下觉得不好，不好，这个女生有点奇怪，怕是艺人。这时唐小月在我身后急道：“菲菲，你快把手伸过来，只要看一下就能进来了。”听到唐小月的催促，菲菲缓慢地把手从门缝里伸了进来。手电的强光下，女生的手指微微弯曲，指甲泛着淡淡的青色，尖端尖锐的像爪子，在手电的照射下泛着诡异的寒光。唐小月在我身后倒吸一口气，不再说话。门外面菲菲见里面没动静，语气变得有些急躁：“小月，快让我进去啊！不是说看一下手就行了吗？”唐小月捂着嘴连连摇头，眼泪又涌了出来。门外面菲菲见唐小月不回答她，小月快让我进去，外面有好多艺人。那力道根本不像一个柔弱的女生。趁着她撞门的间隙，我用力把门拉开，枪口直接对准她的胸口，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枪响，子弹瞬间击中菲菲，发出一声诡异的嘶吼，强大的力道让她的身体狠狠撞在走廊的墙上，墨绿色的粘稠液体喷溅在墙上，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味道。抽搐了几下就没了动静。唐小月被这一幕吓得浑身僵硬，脸色惨白如纸，连哭都忘了，眼神里满是恐惧，看向我的时候眼神不自觉带了敬畏。我收起枪，语气平淡：“看清楚，再敢心软，下一个死的就是你。”唐小月连连点头：“我知道了，
我再也不敢了，我都听你的。看着他服帖的样子，这才对嘛！只有适应末世规则的人，才能活下去。我靠在墙边，把玩着突击步枪，继续等着访客。没等多久，脑海里的机械音响起。首页访客拜访结束，开始结算庇护结果。房主陆哲，庇护人类数量1，获得奖励金币100，金币已存入账户，可在系统商城进行消费。听到金币到账的瞬间，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我立刻打开商城面板，毫不犹豫地直接点了门窗加固服，刚好100金币。确认购买的瞬间，一阵轻微的装修噪音响起，声音不大，能清晰地感觉门窗都在震动。装修结束后，我伸手推了推大门，触手厚重，再也不是之前那种轻飘飘的门板了。窗子也变成了不锈钢，看着就结实。夜色越来越深，我走到客厅窗前，扒着窗户往下看，外面依旧一片漆黑，月亮的红光透过玻璃照进来。末世悄然而至，唐小月缩在沙发角落，眼里满是疲惫和恐惧，时不时看向门口，看样子像是被吓得不敢睡觉。见我走向卧室，她像是鼓起了很大勇气，一双大眼睛期待地看着我，声音软软的：“我有点害怕，这屋子里就我们2个人，我能不能和你一起睡？”我听到这话，眼神冷冷地看着他，指着侧卧：“少来这套，要么去那边床上睡，要么就在客厅的沙发。不管你在哪儿，没有我发话都不准下来。”唐小月脸上的表情瞬间垮了下来，气鼓鼓地瞪了我一眼。她嘟囔着起身，磨磨蹭蹭地走到了侧卧，躺下时故意发出了很大的动静。我看着她的样子，心里嗤笑一声，闹脾气也没用，我的地盘我做主。在床上睡了不知多久，我猛地睁开眼睛，第一反应就是去摸身边的步枪，指尖摸到冰凉的枪身，心里才彻底踏实。我起床看了一眼手机，下午4点了，离天黑没有多久了。才4点，天就黑了。次卧的门被推开一条缝，唐小月探着脑袋：“你醒了？”我笑眯眯地朝她走去。我饿了。你想干什么？走到她面前，1人1盒。我从身后拿出自热米饭递给她，唐小月瞪大眼连连点头，心里却不知为何飘过一抹淡淡的失落。我打开系统面板，看了一眼金币余额0，随后我点开了聊天室。昨天光顾着等访客了，没来得及看消息，现在正好看看其他人的消息。聊天室消息刷得飞快，大部分都在吐槽昨晚的遭遇。这时一条消息吸引了我的注意，一个发送人叫赵凯的，语气很急：“我昨晚试探了一个艺人，发现了一条新线索。他们对久远数字记忆模糊，算不清日期。”看完我眼睛瞬间亮了，又多了一个辨别艺人的方法。我拿出手机记在备忘录里。这时一阵浓郁的香味飘来，唐小月把自热米饭拿给我，我大口吃着。以后安全屋的杂物活就交给你了。收留真人能赚金币，有了金币才能有物资。要是想白吃白住，就趁早滚。唐小月大口吃着认真回答：“知道了，我会好好干的。”不知不觉天渐渐黑了，脑海里的机械音又响起来。现在公布第2个辨别艺人特征：强光照射下，眼睛虹膜呈灰雾状。今夜将有3名访客上门，请房主做好准备。我坐在沙发上把玩步枪，现在已经掌握了3条线索，辨别艺人的准确率又提高了。这时，一阵缓慢而微弱的敲门声响起，唐小月又靠近了我几分，差点坐我腿上。我推了她一下：“你去开门。”唐小月眼眶瞬间红了，见我不为所动，硬着头皮走到门边。门外响起一阵咳嗽声，听起来是个年迈的老人，声音苍老无力，满是哀求：“有人吗？我身体不好，跑不动了，求求你开门。”唐小月眼神一动就要开门，我拍了她头一下，她回头瞪了我一眼：“老人家先别急，你把手从门缝里伸进来，检查一下。”门外的老人没有犹豫，缓缓将一只手伸了进来。唐小月打开手电，强光下她仔细看了看，回头对我摇了摇头。再检查下他的眼睛，看看虹膜有没有变化。唐小月马上照做，把手电对准门缝处，强光照到老人满是皱纹、写满沧桑的脸时，心下一软。手电的光只是匆匆一扫，根本没看清虹膜状态。他咬了咬嘴唇，小声说：“看着没问题。”说完就把门栓打开。我突然有种不好的直觉，刚要出声阻止，正在这时，门外的老人见到门被打开，眼中闪过一丝凶光，不再伪装那副虚弱的模样，猛地朝着唐小月扑了过去，枯瘦的爪子直抓她的喉咙。小心！我大吼一声，猛地从侧面冲过去，与此同时，对准老人胸口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砰的一声枪响，子弹瞬间击中，一人胸口爆出几个血洞，直挺挺向后拖出一段，抽搐几下就不动了。墨绿色的粘稠液体喷溅在门板上，散发着刺鼻的味道，和昨晚击杀的艺人一模一样。我喘着粗气盯着瘫坐在地上的唐小月，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刚才生死就在毫厘之间。你在干什么？我怎么教你的？唐小月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眼里全是慌乱和后怕。你心软同情他，刚才要是我晚了1秒，现在躺在地上的就是你。唐小月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她低着头，肩膀不停颤抖。我知道错了，以后我会好好检查，再也不会疏忽了。她抬头看着我，通红的眼睛里满是委屈和愧疚。我再也不会心软了，我只听你的，不要赶我走。我不为所动，冷冷地看着她。这是最后一次，如果你还不能适应现在的末世，你自己找死。
不要拖累我。唐小月眼神坚定，重重点头。把门板擦干净。我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枪，看着唐小月跪在地上抖，着手擦地板。没等多久，一阵急促又粗暴的敲门声，咚咚咚的力道极大，门板被震得微微抖动，感觉墙上的灰都在速速的往下掉。正在擦地板的唐小月被吓了一跳，赶紧开门，别装死！老子是真人，再不开门，等老子破门进去把你弄死！我听着眉头一皱，唐小月眼神里闪过一丝恐惧，下意识往我身边靠了靠，小声说：“他听起来好凶。”怕什么？我拍了拍他的胳膊，示意他冷静。是真人还是异人，查过就知道。就算是人，敢在这里撒野，也照样收拾他。门外的人见没语气更凶了，狠狠踹了一脚门板。里面的人听见没？再不开门，老子就砸门了！唐小月深吸一口气，手里的手电紧紧攥着。别嚷嚷，把手伸到门缝里来，检查完没问题就放你进来。门外的男人骂骂咧咧了几句，不耐烦将一只手伸了进来，语气嚣张。查，给你查！要是耽误了老子，有你好果子吃！我凑到门缝边，借着唐小月手电的光，仔细看了看她的指甲淡黑色，修剪得很短，不清也不尖，符合真人特征。唐小月又把手电对准她的眼睛，仔细照了照，回头对我摇了摇头。唐小月打开门缝，语气依旧紧张。进来吧。男人一把推开房门，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身材高大魁梧，脸上带着一道狰狞的刀疤，手里还攥着一把弹簧刀，进门就四处张望，眼神贪婪地扫过茶几上的弹药和剩下的自热米饭。妈的！没想到这破公寓里还有这么多好东西，看来老子来对地方了。他转头看向我和唐小月，从今天起，这安全网归老子了，你俩给老子当跟班，敢不听话，老子就一刀捅死你们！说着，他还晃了晃手里的弹簧刀，刀刃在灯光下泛着寒光，显然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唐小月吓得浑身发抖，下意识躲到我身后，而我则依旧站在原地，手里的步枪微微抬起，眼神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心里的杀意瞬间涌了上来。我冷笑一声，把步枪对准他。是吗？我也该让你知道一下什么叫做真理了。拿个破玩具在这忽悠谁呢？老子混的时候……不等他说完，我便扣动了扳机。男人瞪大眼睛看着还在冒烟的枪口。我可是真人，你居然真的敢杀我！说完，男人便倒在地上。房主是我，也只能是我。唐小月也并未对我的行为表达任何不满。现在我们只用等最后一个人了，是吗？我指向走廊远处的拐角。不用等了，刚才有人在角落偷看，应该就是第3个来访者，他已经被吓跑了。我回到房间锁好门，此时脑海传来系统提示音：今夜来访者已全部结束拜访，开始结算庇护成果。因为没有新的幸存者加入，我拿到的依然只有100金币。现在食物和水暂时充足，所以我决定先把钱攒起来。金币到账意味着今夜的危机已经结束。刚闭上眼睛准备睡觉，敲门声再次响起，我的头皮开始发麻，不想下床开门，可熟悉的机械音又响起。神秘访客抵达，请房主10秒内开门迎接，否则访客将无视防御强行进入。我自然不想第一个上去送，便想着让唐小月去帮我开门。打开灯一看，发现此时的唐小月翻着白眼，已经被吓晕了。我咒骂了一声，只得拿着枪跳下床，将门缓缓拉开。谁在打扰老子休息？门缝的上方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很抱歉，陆哲先生，打扰到了您的休息，但我依旧希望您可以把枪放下，冷静地和我交谈。看到来者的真容后，两眼一黑，居然是个身高6米的银袍男。陆哲先生，请您如实回答我的问题，您的房子里面有除了您以外的人吗？面对这个超自然的恐怖存在，我甚至没有想反抗的念头。宿舍里还有一个叫唐小月的女生。那您可真是幸运啊！2天后我还会再来拜访的，希望那时您的房屋中内有2位或以上的住客。说完，瘦高男人便消失在走廊尽头。我心中一阵后怕，要是自己昨晚没有收留唐小月，那么等待我的肯定不是什么好结果。今晚的神秘访客让我重新定义了末世强度，原来在末世里还有这种无法理解的恐怖存在。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天快亮了才闭上眼。当我再次醒来时，窗外天色已经渐晚。我打开了聊天室，一个叫赵凯的房主发出一连串消息。我为了搞清楚艺人到底是什么，故意放了一个进房子。艺人对于久远的记忆很模糊，会出现常识性错误。赵凯的消息分享完后，群里顿时刷屏好人一生平安。我也赶紧记下这个辨别艺人的新方法。时间来到了6点，脑海里响起了机械音。今天我要给各位隆重介绍一群英雄，那就是楚尾应急部队。他们的研究人员发现，艺人的眼睛会呈现出红肿状态。今夜有3位访客到来，请各位房主做好辨别。楚尾应急部队会继续为人类存续而战，祝各位平安活过今晚。我看着电脑屏幕若有所思，今天宣布了一个新的辨别方式。之前的办法有可能会失效，艺人也在进化。有了前2晚的经验，我已经没有那么紧张。打开游戏等待访客的到来，直到12点，
门外才传来敲门声。唐小月走到门边，开了一道小缝，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站在宿舍前。小姑娘，你能让我进去吗？我快走不动路了。可以是可以，但得辛苦爷爷先做一下检查。说完，唐小月举起手电筒，对准老人眼睛，强光照射下，老者的虹膜瞬间变成灰雾状。见状，唐小月直接将门关上锁死。门口那个老爷爷应该是异人。我拍了拍唐小月的肩膀，干得不错，你成长得很快啊。唐小月的转变让我十分欣慰。经过这次的事件，我更想接受有用的人。时间一转眼就到了凌晨4点，距离天亮只有1个多小时了，可今晚却才来了一位访客。我靠在椅子上闭目小憩，就在我快要睡着时，敲门声再次响起。我迅速进入状态，拿枪躲在房门后面当老六。唐小月将门拉开一道缝，可等她探出头后却愣了一下，因为最后2个访客是同时来的，并且还是一对父女。这是我的女儿小薇，求求您收留一下她吧。听后，我端着步枪走到门口。想进来的话，必须要先接受我的检查。男人点点头后，将女儿朝前推了一把。唐小月打开手电筒照向小薇的眼睛，她眼睛是红的，加上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你装的倒是挺像啊！老子差点就把你放进来了。小薇吓得蹲在地上不停地哭喊。不可能啊，帅哥，这肯定是有哪里搞错了，真的搞错了。这妹妹好像从刚才就一直在哭，你说她的眼睛是不是被哭红的？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异人。我盯着门外的2人，同时在心中思考着规则。规则说，当房屋内异人数量大于等于2时，他们才会开始杀人。就算这个小薇真的是异人，也只能老老实实的在宿舍待着。没事了，没事了，孩子，赶快去哥哥的房间里面。爸爸，他刚才要杀我，我才不要进去呢！可男人直接将还在哭泣的女儿推进了门内。帅哥，小薇以后就拜托您了，我还得去找他妈呢。方便跟我说说发生了什么吗？男人叹了口气。2天前，我们一家在地下室躲着。我妻子收到一条短信，她先去看看，就失联了。直到今天晚上，我的手机也收到了短信，说让我来南城公寓207寻求您的庇护。然后我俩就一路跑到了这里。原来每天的访客都是这么来的，有一双大手同时操纵着房主和幸存者的命运。可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收回思绪与他道别，将门锁好，坐回椅子上，静静的等待着今天的结算。片刻过后，电脑传出播报：第3日结算完成，房主陆哲庇护人类数量2，获得奖励金币200。现在公寓多庇护了1个人，便无需担心神秘瘦长男的下次拜访。短期内的生存危机暂时解除，那就该为长远做打算了。于是我便决定在明天天亮后出门探索。末世后周围是否有危险我都不清楚。睡醒之后，我打开聊天室准备联系赵凯，毕竟出门的风险太大了。万一哪天公寓守不住了，也好有个地方跑。我必须要找一个靠谱的盟友，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而赵凯这个敢把异人请进房屋的猛男，则是最合适的人选。我翻找赵凯的头像，随后给他发了条私信：老哥睡醒了吗？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对方几乎是秒回：找我什么事儿啊，兄弟？老哥，我打算今晚出门探索一下，想问问你有没有组队的想法？可以是可以，但我们还不知道彼此的位置。我在城南公寓207室。兄弟巧了，我也在城南公寓，是地下车库值班室，我俩说不定还真能出去看看。那赵凯兄，等下午3点的时候，我们去小区中心花园见面吧。前2天我还看到了有人在下面聚集，刚好看看是什么情况。子弹目前还有90多发，这东西是不可再生资源，打一批少一发，带个20卡应该足够了。我将子弹放入裤子口袋，方便随时取用。今天过后，米饭就吃完了。我今天打算去附近探索一下，说不定能带回来些食物。闻言，小薇立刻朝我投来敬佩的目光。每日的机械音准时响起，然而今天却带来了一个真正的好消息。从今天开始，当你们处决掉想要混入房间的异人，将会有100金币的奖励。之前杀异人没有任何好处，每消耗1颗子弹都算是一种浪费。现在击杀异人有金币奖励，今后升级房屋和购买物资都可以靠多杀异人来加快进度。我要是没回来，你俩也选个风水宝地吧。唐小月眼眶带泪的点了点头，目送我离开后将门关闭。我小心翼翼地来到约好的地点，此时的花园尸横遍野。见此情形，我打开步枪的保险，究竟是什么东西能把这么多的人杀掉啊？就在这时，一道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是你吗，陆哲？听到动静，我立刻朝着声音来源望去。你是赵凯吗？是我。赵凯朝我走来之后，我们互相检查，确定了双方都是真人。一路上，我们看到了不少异人的尸体，还有一些被异人袭击后的幸存者残骸。我认识的异人说，商场里有不少物资，咱们一边找一些物资，一边看看能不能找到真人。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让人心里发紧。里面还有人。我朝着这栋商场看去，楼上刚好有人掀开窗帘，在朝着花园这边窥探。那就进去看看。但我和赵凯找了半小时，却没发现半点真人的影子。我举着枪朝着走廊尽头慢慢摸索。你说咱俩是不是让一个异人耍了？
还真有这样的可能，但说不定他是记忆紊乱了。那就看看楼上到底有什么，说不定还能找到幸存者。说着，我们便来到了2楼。2楼全都是被大肆破坏的痕迹，还有若隐若现的惨叫声。这一层基本也是毫无所获。正当我以为今天只能无功而返时，却在走廊的尽头看见了一个关着门的房间。我立马贴在墙边，小心，里面可能有人。赵凯将刀藏在身后，敲了敲门。里面有人吗？我俩没有恶意，只是来这里探索的。你要是听到了，还请方便开个门。没人的话，我俩可就进来了。空气沉寂了数秒，我上前一步，接着朝门锁直接来了一枪，随后我直接把门撞开，一股浓烈的血腥味立刻传了出来。我一边干呕一边朝着房间内走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具女尸。我稳定心神后开始观察房间，里面囤积了不少的食物和水，看来他肯定是死于意外。想到这，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2天前的那个瘦长苍白男可能来过，他应该会杀死没有收能其他人的房主。我看向死状凄惨的女尸，这女的是被那个瘦长苍白男杀的。我的话音刚落，身后却突然传出苍白男人的声音：“陆先生可真聪明啊！”我顿时感觉如坠冰窟，扭头看去，只见那瘦长苍白男正面带微笑的看着我。你怎么在这儿？苍白男笑眯眯的盯着我。我正在拜访这栋楼里面的房主呢，所以才会出现在这儿。外面这么危险，还请先生能待在自己的房屋中，不要出门。我摸不透苍白男到底要干什么。我的事情就不用你来操心了。苍白男听到这话愣了一下，不过依旧笑嘻嘻的看着我。对了，陆哲先生，我今天发现有很多房主似乎会主动攻击艺人，你们人类的生存策略好像发生了些许的改变。我的创造者对此十分不满，所以从明天起，艺人们也会直接对房屋发起进攻。我就不打扰陆先生探险的雅兴了，待会儿在您宿舍门口见。陆哲，你动一动啊！我突然反应过来，一脸迷茫的看向赵凯，赵凯这才松了一口气。哥，你下次能不能别这么吓人？刚才你说完话以后突然就不动了，我还以为你被上身了呢。那还真差不多了。但我又察觉到了一丝不对。赵凯一直守在门口，却没有看在瘦高男人离开，难不成他还会瞬移？我决定过会再将刚才发生的事告诉赵凯。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先把这屋的食物带走，等以后有机会再出来找超市。我也是这样想的。接着我们便开始整理物资。这女生房间里面的食物不算少，里里外外弄出来了2大袋子。我的书包直接塞得满满当当，而赵凯则是找了一个手提袋，把另外一半给拎上了。我哼着小曲来到了门口，正准备离开，却听到走廊中有些细微的脚步声。我将手电筒朝着走廊照去，眼前的一幕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我原本以为门外没人，可等光一达才发现，成群的艺人聚集在走廊，那些被照到的人全都瞳孔灰雾状或者双眼血红。快跑啊！外面全是艺人！我愣住片刻后扭头就跑。逃跑时还不忘提醒赵凯，我的话音刚落，就有一道身影跌跌撞撞的冲进我面前，我抬手就是一枪，那艺人的头连带着肩膀被直接崩飞。随着枪声的响起，外面的其他艺人也蜂拥而至，场景堪比高中生去食堂抢饭，想从楼道逃跑已经不可能了。赵凯打开窗户，直接从2楼跳了下去，见状我心一横，跟在赵凯后面跳了下去。我们立马朝着各自房屋开溜，甚至都来不及打声招呼。我看着那些艺人像下饺子一样从2楼窗口涌出，汗毛都竖起来了。我骂了一声后，继续朝着自己的宿舍楼跑去。此时艺人和我的距离差不多1000米，好在我并非是天天办公的社畜，这点距离对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大学生来说是要命的。累死我了，死腿快跑啊！可才跑了5分钟，我已经感觉要把肺给喘出来了。身后的艺人正在步步紧逼，好在我手上的步枪也不是烧火的，每次快要被追上的时候，就会往身后放2枪。等子弹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也终于跑到了宿舍楼下，朝上看去。陆哲哥，快抓住绳子！咱们这栋楼里面也有艺人，千万别走楼梯上来！闻言，我立刻把绳子捆在腰上。快跟我一起拉！接着2人使出吃奶的劲将我拉了上去，而追到楼下的艺人只能不甘地看着我上升，劫后余生让我笑出了声，对下方的艺人比了个国际友好手势。还想弄你陆爷爷？再练2年吧！然而一直稳步上升的我突然感到一阵失重，我惊慌地望去阳台，你们2个在上面干什么？唐小月随即把头伸出阳台。对不起，陆哲哥，是有人在宿舍外破门，我和小薇被吓了一跳。赶紧拉我上去，我来看看是怎么个事儿。陆哲哥，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了？我无视了唐小月的关心，赶紧冲向自己的柜子。先别管这些，让我看看门口是什么情况。补充好子弹后，我立刻就冲到了门口。虽说原本的门窗已经被加固，但却也无法抵挡长时间的冲撞。就在我想上去看看什么情况时，一柄斧刃直接穿透大门劈了进来。我先是被吓了一跳，气得直接骂了出来：谁的皮瘾犯了，也不知道控制这一点儿。这个门可是我花100金币升级的，你们这帮畜生赔我的门！说完，我顺着洞口瞄准门外，一连串的枪响过后，门外再无动静，绿色的血液顺着门缝流淌进来。我凑到洞口朝外看了一眼，周围是一片狼藉，但也没有了危险。直到这时，我才脱力的坐在了地上。陆哲哥，你没事吧？我没事，就是有点累。我去洗个澡，你在这儿先守着。
等我洗完澡后，公寓已经被2个女生打扫得一尘不染。因为刚才杀了一堆艺人，我便想着查看一下房主面板，看看是否会计算奖励。果不其然，电脑屏幕上写着几行字：今夜来访者已全部结束拜访，开始结算第4日庇护成果。房主陆哲，庇护数量2，清除艺人数量8，获得奖励金币800，击杀礼包2。我又点开击杀礼包的介绍，击杀艺人时的特殊奖励，开启礼包可能会获得任意奖励。懂了，这是打怪爆出来的装备。我立马点开了房主面板，将其中一个礼包打开。恭喜您获得升级卡1张，可将任意物品免费升级至下一等级。这东西不错啊，不过用来升级门的话就有点亏了，还是留到以后再用吧。接着我又打开了一个礼包，这次获得了一些基础建筑材料。基础材料也还算不错了。我思考着未来可能面临的威胁，只提升大门肯定是不够的，要想办法升高安全屋的反击能力。想到这，我打开了商店选项，开始翻找商店类别，突然看到了其中一个选项炮塔。我点开一看，里面是各种主动防御武器，从人为操作的弓箭塔到能够发射炮弹的炮塔，这里面应有尽有。越高级的炮塔所耗费的资源和金币也就越昂贵。除此之外，炮塔的安装也有着必备的指标，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房屋面积，面积不够大肯定安装不了高级炮塔，不然一炮下去能不能弄死艺人不知道，但一定能把我的宿舍给震塌。我现在唯一能造的就是简易弓箭塔。我打开弓箭塔的介绍，简易弓箭塔需要艺人操作，艺人装填，可对无防护目标造成杀伤。建造弓箭塔的材料大概需要2000金币，但好在我刚才从礼包中开出了不少的材料，剩下的自己再补600金币就能把弓箭塔给造出来了。随后我又将剩下的500金币全部用于升级门窗。升级门窗成功，开始安装。随着系统的提示传出，门外传来一阵装修声。10几分钟的嘈杂过后，公寓的大门换成了一个大钢门，门上猫眼变成了观察窗，还有能将武器伸出去攻击的洞口。我兴奋地看向唐小月，这可比之前有安全感多了。之后我再也不用以身犯险检查访客了。你什么时候以身犯险了？明明每次都是我去开门。不要在意这些细节。随后我又打开了仓库面板，安装弓箭塔。足足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弓箭塔才终于建造完成。建造完成的那一刻，宿舍中突然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恭喜房主将宿舍防御等级提升至3级，房主已拥有庇护更多人的能力，每日幸存者结算奖励增加100金币。闻言我惊喜万分，升级以后还有这种奖励吗？从明天开始，每庇护一个幸存者就能结算200金币了。哲哥你也太厉害了吧！谢谢你，我以后会报答你的。你别报复我就行。在我将宿舍整体升级过后，也终于迎来了第一个访客。不用想，肯定是受伤苍白男。我将大门的观察窗打开，苍白男的脸刚好就贴在上面。我想问陆哲先生一个问题，请您如实回答。在您房中，有除您之外2个及以上的幸存者吗？有的，又多了个18岁的小姑娘。那您真是艳福不浅啊！希望您下次还能这么好运。我2天后还会再次拜访，到时候您的房屋内要有最少4个幸存者。请您一定要活到与我见面的时候。苍白男说完以后便离开了。这时躲在侧卧的唐小月才把头伸了出来。那个跟鬼一样的男人究竟是从哪儿出来的？好可怕啊！但他给我的感觉像是一种检察官，他会检查房主们是否完成了他设定的庇护目标，而没有完成的，将会被直接清除。那之后他给我们提的要求越来越高，直到我们无法完成呢？那我也不知道，不过我觉得一定会有办法的。只要活着，咱们就还有机会。我的房屋能升级，总有一天会升级到艺人无法破开防御的程度。我们说不定能一直坚持到末世结束呢。陆哲哥，有你这句话我就不怕了。我和小薇都相信你。折腾了一天，我们都累极了。在升级后房屋的保护下，我难得睡了个安稳觉。第二天醒来后，看着聊天室聊天记录，兄弟们还好吗？我感觉大家都不到群里面说话了。有没有可能大多数房主都死了？咱们这些算运气比较好的。还真是。我查看了一下区聊天室房主群，里面70%的头像都已经灰了，剩下的也只有30多人还活着。好在赵凯的头像依旧是亮的，这时他也在群里冒了个泡。无论如何，大家都先尽力活下去吧。今天的播报快开始了，先干正事。随着时间到达6点，播报也准时开始，冰冷的机械音准时响起。我现在听到这个声音就有些恶心，因为听到它就代表着灾难依旧进行，所有人还需要在末世中继续挣扎。各位幸存者们，真是久违了。继昨天宣布杀死1人可以获得奖励之后，大家有没有对此进行过尝试呢？击杀榜稍后会在各个区域的房主群中公布，各位可以看看自己是否榜上有名。同时，今天我依旧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楚尾应急部队已经对艺人完成了初步的研究，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英雄们将会深入到各个区域开始探索。各位房主看到应急部队人员请勿惊慌，并且全力配合应急人员的调查，违抗者将会遭受责罚。太好了，陆哲哥，你听到了吗？部队的人来了，我们是不是有救了？我摇了摇头，别高兴得太早，这楚尾应急部队是哪来的组织都没听说过，别把他们想象成什么救世主。现在唯一能够救我们的，就是我们现在住着的宿舍，其他一切都是白搭。就算他们来了，
我觉得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对这个楚尾应急部队没有任何的好感。他们要是真的想要救人，在末世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何必等到现在呢？而且他们在这场末世中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我还一概不知。万一这异人是他们整出来的，还真说不准呢。随后我再次将注意力放回系统，接下来又给我带来了一个重磅消息。根据楚尾应急部队的最新发现，分辨异人的特征再次增加，有些异人替代了被高温烧死的人类，所以他们身上会有烧伤的痕迹。今日将会有5名来访者，各位房主在甄别时一定要仔细检查。说完，机械音消散了，H 异人的击杀榜也出现在了群聊之中。我看了一眼，果不其然，自己以昨天6个击杀荣登榜首。我对此早有意料，所以并不算很惊讶。可第2名不是赵凯，才让我提起了兴趣。王平，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名字，只要在群里面说过话的人，我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印象。难不成这家伙一直潜水到现在，一句话都不说吗？这时小薇站在阳台边注视着下方。你俩别聊了，快过来看看下面广场，有一队穿着防化服背着枪的人。我和唐小月立刻来到阳台朝下眺望，原本躺满死尸的广场上，现如今停放了7、8辆皮卡车，车上下来了几十名身着防化服、身后背着枪的士兵，他们正把周围的尸体搬运到车上。很快广场上就不再那么触目惊心，看到这一幕的不只有我，其他幸存者看到楼下的士兵后都爆发出了欢呼，有些人聚集在床边摇旗呐喊，有人更是直接跑到了楼下去欢迎自己的救世主。小薇见状也想站起来呐喊。你干什么？小薇掰着我的胳膊天真的看向我。你拦我干什么？这些人不就是新闻里面说的楚尾应急部队吗？他们过来不就是为了来救我们的吗？我无语的服了。谁告诉你他们是来救人的？末世前的时候，新闻都不见得能全相信，现在都已经末世了，你还这么天真呢？被我这么一说，小薇终于稍微冷静了下来。不过这18岁的少女骨子里面总有一股叛逆，她还在嘴硬。别异人的方式不就是他们发现的吗？他们要不是为了救人的话，跑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呢？说得好，那你猜猜他们是从哪儿弄到这么多正常人和异人去完成他们研究的呢？这下小薇彻底哑口无言了，心中也掀起了轩然大波。我将小薇推进宿舍后，将窗台拉上。你要接受和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想在我这边住，也需要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将今天晚上大家吃完后的餐盘递到小薇手上。从今天开始，宿舍里面的内务都交给你来干了。前2天你刚刚过来，还需要适应，让你吃2天白食也没什么。以后要还以为自己能不付出劳动就可以获取食物，那你趁早还是滚出去吧。我可不会仗着小薇漂亮就对她降低标准，想要被收容和保护，那就必须得付出自己的劳动。小薇看着自己手上的餐盘有些不可思议，她长这么大从没干过这种事情。唐小月叹了口气，走上前去准备接过餐盘。还是我来吧，你先在旁边学一下，之后就知道该怎么洗了。不，就让他去。我抬手拦住了唐小月。去就去。我不给小薇任何偷懒的机会，就是要改一改她的大小姐脾气。小薇气鼓鼓地拿着盘子走向水池，我继续看向电脑。大部分的房主和我一样，都选择先观望，并且把注意力放在挺过晚上。今天可是有5名访客，是末世以来数量最多的一次。我一边玩电脑一边等待，差不多到11点的时候，第一声敲门响起。唐小月走到门前，将观察窗打开。您好，如果您想要请接受检查。唐小月话还没说完，就看见门口的人呲着大牙在笑。唐小月被吓得跌坐在地。陆哲哥，这个人是异人。好的，交给我。这次我打算使用弓箭塔解决掉这个异人。步枪子弹珍贵，到目前为止商店还没开放购买，应该是我的防御等级还不够，有些商品就被限制了。我操纵弓箭塔瞄准观察窗，这弓箭塔操作起来不难。唐小月也趁机把铁门上的武器孔给打开了，异人的胸腔位置暴露无遗。那异人发现门打开了一个洞，好奇地弯腰查看，可就在他低头的瞬间，一支1米多长的箭矢直接朝着他面门射去。我精准地射中了异人的眉心中央，即便是作为人类骨骼中最为坚硬的头骨，在弓箭塔面前也显得十分脆弱。箭矢直接贯穿了头颅，异人尸体瘫软在了地上。清理完尸体后，我盘算起今夜是否要放人进来。明晚瘦长苍白男就要过来检查，宿舍里面需要收容4个及以上的幸存者，那也就是说再收留2个人。希望运气好点，赶紧来人类幸存者吧！我在心中默默祈祷。现实却并没有这样发展，一直到3点钟，我一共迎接了4名访客，这4个人都是异人，其中3个眼都不演了，就直接想要破门进来，还有1个想要混进来，但却被我直接一箭射死。我有些担忧地守着大门。要是明天的情况和今天一样的话，咱们就得重开了。与其在家等死，不如去外面荒野求生。唐小月在旁边劝慰着我，但心里也同样着急。小薇压抑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直到大门第5次被敲响，我们全都深吸一口气。唐小月走到门前，打开观察窗，照旧说着自己的台词：我们这边还有空位，想要进来请先接受检查。没问题，我们知道规矩。唐小月拿出手电筒朝外照去，却发现走廊上站着的是一男一女。这对男女年龄不大，也是20出头的样子。女生躲在男朋友背后打量着唐小月，而唐小月在见到他们以后，却跟见了鬼一样。陆哲哥，出问题了，门口一次性来了2个人。我听后也懵了，直接凑到观察窗跟前，还真是2个人。门口的男生见到我和唐小月后，挤出了一张谄媚的笑脸。大哥大姐，我和我女朋友一起过来，这有什么问题吗？是不是您那边的收从不了我们2个？不是这个问题，你先等等。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记错了，
所以问你一件事情，今天新闻里面是不是说过今天的访客是5人？我记得也是5个人。我们又同时看向了小薇，小薇点了点头。那见了鬼了！今天的访客可是一批一批来的，不像是昨天那些艺人要破门，是直接一波来的。那按理来说就应该是5个人没错啊，门外为什么站了2个？这啥意思？买1送1吗？陆哲哥，你说有没有可能新闻播报出错了？他指的5个人，实际上是5波人，这最后一波刚好是2个。那也不对啊，我和我爸不就是一起来的吗？当时我们2个都算做了访客。说不定随着时间的变化，新闻上的信息也会出现纰漏。倒是有这个可能，你们先别急，我去问问。我想到聊天室从今晚开始就不会禁言了，于是立马询问其他人是否遇见这个情况。然而不仅没有人遇到类似的情况，我的消息反而在群里传播了恐慌。每天的系统公布的新闻重要性，对我们这些房主来说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房主们是依靠着新闻提供的信息存活的。现在告诉他们，新闻都已经不可信了，那他们该相信什么呢？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门口2人。为了应对瘦长苍白男的检查，是放是杀我也拿不准。此时门外的敲门声再次传来。哥，你们要是不愿意收容的话，我和我对象可要走了，再过一会儿天就要亮了。我们要是再找不到安全屋，就要出大事了。我叹了口气，准备将这对小情侣放走，将希望寄托于明天。正当我再次将观察窗打开，准备让2人离开时，一阵断断续续的电流声突兀的出现。信息有误，多出了1个人，他们有些越过了我们的关。唐小月和小薇瞪大眼睛，同时看向书架上手摇收音机。一直以来被我当成装饰物的收音机，刚好在此时传来了陆陆续续的信号。唐小月惊讶地抓住了我的胳膊。陆哲哥，这收音机好像说的是我们今天的事情啊！我听出来了，我也十分意外。我从未想到这收音机竟然还能接收到信号，看来明天得研究一下。随后我又将注意力放在了门口的这对情侣上。如果按照收音机上面的说法，那今天的超员并非只有我遇到，而是楚委应急部队那边的信息有误。既然这样，我就不用怕了，直接把2人当成正常的幸存者检查就好。你们2个不用走了，我这儿可以容纳得下你们2个。不过想要进来之前，得先接受检查。那您得快一点了，马上就要天亮了。我知道分寸，别催我。手伸出来检查一下手指。2人拉着手把手伸了进来。这第一项检查2人勉强过关，我又将手电照向2人的眼睛，也一切正常。最后一项，你们2个把衣服脱了，除了必要的遮挡外，其他一概不留。这是什么检查方式？你该不会是想占我女朋友便宜吧？这可不行，我都没看过呢，哪轮得到你？我宿舍里面还有2个女幸存者，哪个不比你女朋友漂亮？那也不行，我们不在你这儿住了，大不了让其他房主收留我们。刘念，咱们走！男生说完就要拉着自己女朋友离开，可刘念却一把将男生手甩开。王明，你有病吧？马上就要天亮了，我们还能去哪儿？你要想去送死你就去，我就在这儿了。刘念说完后就开始脱自己的吊带，王明也不敢忤逆刘念的话，眼中含泪也在拖着自己上衣。这王明的身材没什么好看的，差不多就是皮包骨，还算比较正常，但刘念的身体就需要说道说道了。等他袒露自我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小看他了。然而当我看到刘念的后背时，却发现他背后有一个黑斑。见状我再次警觉起来，你背后的那个黑色是哪儿来的？这王明和刘念一人出现了一条特征，如果他俩都是一人，如果我将他们给放进来了的话，当宿舍中一人数量大于等2，那他们就会开始杀人。这个是我的胎记，我从小到大都有。宝宝，原来你后背还有个胎记啊，我都不知道。废话，你又没看过，当然不知道啊。给我证明这个是胎记的证据。刘念沉默片刻后叹了口气，没有存我小时候的照片，所以没法给你提供证据。但我这确实是胎记，并且小时候还做过一次刺激光手术，差不多是在我6岁的时候。闻言，我想起赵凯曾经做过的测试，一般艺人都不记得比较久远的记忆，距离他们被替代时的时间越久远的数字，记忆就越模糊。那个豹子追着人的广告知道吧？告诉我，这豹子为什么要追他？刘念和王明同时一愣，因为他有即视糖浆。回答正确，你俩进来吧。公寓只有2个房间，你们来得晚，就睡在客厅吧。一听到客厅，王明立马有点不高兴，不过也没说什么。不是还有一个位置，我睡在这儿不就行了？不行，你还不配。主卧是我的房间，所以你没有资格在这儿睡觉。刘念低头看着我手中的步枪，又看了看门口的弓箭塔，撇撇嘴。那好吧，那等我俩熟了以后，是不是就能一起睡啦？到时候再说。那好吧，哥哥，可我一个人不敢睡觉呢。希望哥哥能尽快对我放下戒心吧。等那个时候，我保证哥哥会对我满意的。刘念说完就走向了客厅，当门关上的时候，我打了个寒战。一旁的唐小月和小薇看着刘念，无声地说：“绿茶婊。”随后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外面的天光开始放亮，电脑也传来了结算的提示音。开始结算，房主陆哲，庇护人类数量4，获得奖励金币800。听到这里，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我也终于能休息了。第2天下午，我又思考起了食物的问题。上一次我出门弄回来的食物可以供我们吃5天左右，但现在多了2张嘴，这些食物就只能支撑3天了。吃完之后，到底是出门探索，
还是直接从商店里面买？我也在思考这件事情。外界虽说是危机四伏，但却并非没有人类在地面活动，那些除伪应急部队不就是吗？所以对于这点来说，我更倾向于去外部收集，宝贵的金币则用来升级房屋。于是我做出决定，等今晚的瘦长苍白男检查完之后，明天叫着赵凯再出一趟门吧。瘦长苍白男的到访比预想中早了1刻钟，走廊里没有半点脚步声，那道惨白的脸就那样突兀地贴在观察窗上，冰冷的视线扫过公寓里的4个人，没有多余的废话。2天后，6人。便如同来时一般悄无声息的消失。他走后，公寓里的气氛依旧凝滞。王明缩在沙发一角，脸上满是惊惧。刘念倒是镇定，倚着墙把玩着头发。明天一早，我和赵凯出去寻找物资，你们2个守着公寓，敢有半点疏忽，后果你们清楚。那我们呢？我也能帮忙的。我们也会帮忙照料，就是哥哥你出去的时候可得小心点儿，多带点物资回来。我没回他的话，转身进了卧室，将子弹分装好，又检查了一遍步枪，这才躺到床上。天刚蒙蒙亮，我便背着背包出了门。按照之前和赵凯的约定，在小区中心花园碰面。花园里的尸体已经被除伪应急部队清理干净，只留下满地的暗红色污渍和刺鼻的血腥味。陆哲，昨晚的鬼东西又来找你了，我也被通知了，2天后要5个人。这门槛是越来越高了。边走边说。我们朝着小区外的大型商场走去，那是我们昨晚商量好的目的地。商场里物资充足，足够公寓里的人吃上好一阵子。除伪应急部队的人你怎么看？昨天他们清理了花园的尸体，不少房主都下去投奔了。一群来路不明的东西。我昨晚看到他们把尸体拉到了城郊的仓库，根本不是什么处理，更像是运去研究。我怀疑异人的出现和他们脱不了干系。这话和我心中的猜测不谋而合，我点了点头。2人一路警惕，避开了几波游荡的异人。这些异人似乎比之前更聪明，有的甚至学会了躲在楼道里伏击。好在我们2人配合默契，我用步枪远处射击，赵凯用砍刀近身搏斗。一路下来，倒是解决了3个异人。系统提示的金币入账声成了末世里最动听的声音。半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抵达了商超。商超的卷闸门半拉着，里面黑漆漆的，透着一股阴冷的气息。门口横七竖八倒着不少购物车，还有几具异人的尸体，墨绿色的血液流了一地。我和赵凯对视一眼，赵凯掂着砍刀率先钻了进去，我端着步枪跟在后面。打开手店，里面一片狼藉，货架倒了一地，零食饮料洒得到处都是，空气中混杂着食物过期的腐烂味。我用手电扫过四周，突然发现货架后面有一道微弱的身影。我大喝一声，谁？那身影被吓了一跳，抬起头露出一张满是泪痕的脸，是个20多岁的女生。别开枪，我们是真人！赵凯走上前，检查了一下2人的指甲和眼睛，冲我摇了摇头。是真人，没什么问题。女生见我们没有恶意，终于松了口气，抱着小女孩放声痛哭了起来。我叫林婉，这是我妹妹念念，我们俩躲在这里3天了，外面全是异人，我们不敢出去。我看着姐妹俩，心中一动。跟我走吗？我有安全窝，能保护你们。林婉愣了一下，随即拼命点头。走，我们跟你走。我和赵凯收拾物资，林婉抱着念念在一旁帮忙。小女孩很乖，不哭不闹，只是紧紧抓着姐姐的衣角，偷偷的看我。超市里的物资比预想中更多，我装了满满2个背包，饼干罐头、矿泉水，这些东西足够公寓里的人支撑半个月。回到公寓，唐小月和小薇看到我带回了2个人，还有满满2背包的物资，都露出了惊喜的表情，欢喜的过来帮忙。王明和刘念也凑了过来，看到林婉母女，刘念嘴唇动了动，最终却没说什么。公寓里一下子挤了6个人，感觉有点转不开身，不过也算暂时满足瘦长苍白男的要求。对于能活下去，拥挤点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说话间响起敲门声，我一愣，看了下时间，正好是12点。现在应该是睡觉的时间才对，怎么会有人来敲门？难道异人已经进化到能在白天来访了？带着疑问，我警惕地打开门上的观察窗，看到在门口的是2个穿着生化服、拿着枪的人，是厨艺救援队。他们其中一人说：“明天我们会从你这儿带走1个人，今天是先来通知你的。”凭什么要给你们？我们是通知，不是征求你的意见。如果不交，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说完转身就走了。我关上观察窗，打开系统的聊天室，打算联系下张凯，问问他那边的情况。连续发了几条都不回，难道出什么事了？这时唐小月给我送来泡好的泡面，虽然这次我带回来2大背包的食物，但是我们人数也在不停的增加，还是要省吃俭用。我让唐小月给每个人分了1瓶水、1个泡面或者面包。念念是小孩子，正在长身体，所以多给了1包饼干。我一边吃着泡面一边想着，偏偏厨艺救援队也是明天来要人，可是我这人数刚好够应付苍白男，如果在白天交出去，晚上苍白男来的话要怎么办？就在我头痛之时，忽然听到旁边传来一阵哭声，我走过去。怎么了？哥哥，我刚才没吃饱，看这小丫头饼干也不吃，我就帮她吃一点。你不干活在这白吃，还抢小孩子的食物。念念也是饿了，要不再给我们分点吃的？这些人以为现在是什么时候？还是像之前一样，食物随便去超市就能买到吗？今晚的访客由你来检查，在我这儿谁都不能白吃饭不干活。哥哥，是你和我一起检查房客吗？是你自己。说完，我走到念念身边，对抱着她的林婉说：“
对付异人你不敢反抗，怎么别人欺负到头上你也不敢反抗呢？林婉看着我红着眼眶，我看着他们顿时感到头大。我回到卧室，这时唐小月进来。陆哥，明天你想交谁出去？这个厨艺救精队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来路，他们要这个人去干什么也没说清楚。不过你放心，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你交出去。他这才放心的出去。转眼到了晚上，唐小月看着留念，免得他放异人进来。小薇操作弓箭塔，你们互相配合。我打开系统聊天室，果然大家都在讨论明天要交出一个人的事。房主甲，这个厨艺救援队是哪里来的？有人知道吗？房主乙，明天要交出一个人，各位房主你们选好了吗？房主丙，他让交就交啊，老子就不信了，不交能怎么样？我仔细看过，经过这几天，只有20几个房主是在线状态了。这时唐小月叫我，陆哥，我赶紧走出卧室。怎么了？今晚来访的艺人有点怪，力气比昨天大了很多，情绪也更暴躁了。艺人的进化比我想象的要快，太可怕了。我疑惑地看着唐小月。刚才检查一个艺人的时候，有个艺人抓了留念一下，不过艺人已经被小薇击杀，留念是被吓到了。我检查了一下门，发现钢板上被撞出了几个坑。现在我这是3级防御，竟然撞成这样，看来要赶紧升级防御。如果跟不上艺人的进化速度，早晚要被艺人破门而入。这时留念突然抱着我的大腿，哥哥，你让我做别的吧，我不要检查来访者，太可怕了。那你是想出去搜索物资？那你想击杀艺人给我赚金币？留念又摇了摇头，这不干那不干，你还挑上了？哎，你干什么呢？你怎么能这样对我的宝宝？怎么不服？有话好好说嘛，咱们去那边，不理他。要不是因为苍白男要求人数，我连门都不想让他们进。待到天亮，果然又响起熟悉的系统结算声音。开始结算，房主陆哲，庇护人类数量6，获得奖励金币800，获得击杀奖励400，获得击杀礼包乘2。我一阵惊喜，竟然有击杀奖励！今晚是小薇在操作弓箭塔，没想到也能结算奖励，难道是因为使用的是系统弓箭塔？这个等着后面再验证一下。可是我又疑惑的抬头看着林婉和林念念，为什么庇护他俩没有奖励金币呢？从人数看，他们明明是真人。这时我注意到系统旁有个红色的感叹号，我点开一看，安全屋庇护人数超出现有能庇护数量，需要提升等级，并提升安全屋舒适度，可以增加结算金币。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安全屋的庇护人数是有限制的。我看着眼前这个房屋的空间确实是太小了，不要说舒适度，现在几个人都不能同时在客厅活动。我点开系统，看着账户里面的余额，金币数量还不够。我现在紧急的事情有2个，一个是要尽快提升安全屋的防御，一个是要提升安全屋的庇护人数。如果把舒适度提升上来，还能增加金币数量。也就是说，如果人数足够多，那我每天能得到的金币是源源不断的。而提升防御可以放在明天或者后天有更多金币的时候。想到这，我果断点开商店的升级页面，找到升级房屋，点中增加卧室和侧卧。房子突然微微的震动起来，在卧室和侧卧的旁边的位置发出了装修的声音，空气中仿佛有个透明的墙在阻挡。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后，装修的声音同时停止。我看着卧室和侧卧旁边多出来的一扇门，打开走了进去，都多出大概50平的样子。能分别放4张床，我在商店买了床放上去，又买了8个小桌子放在床的旁边，其他的就暂时先不买了。现在能有个干净的床能躺着睡觉已经是非常舒适了。我把原来的卧室命名为1号卧室1号侧卧，新增加的命名为2号卧室2号侧卧。王明看着新增加的卧室和侧卧，我和宝宝可以到这里住吧？我点了点头。这间卧室你俩还有你俩，你们4个一起住。哥哥，这间卧室这么多人，我想和你一起住，要不然我去那个2号侧王也行。你不想睡床，那就继续睡在客厅。留念不情愿地进了2号卧室，我准备回1号卧室睡觉，看到小薇站在卧室门口，显然是在等我。怎么了？小薇双手握在一起，不安地看着我。进来说吧。她跟进来以后连忙说，我现在已经能很熟练地操作弓箭塔了。你学得很快，那我能算是有贡献的人吗？你之前不是还想去找厨艺救援队，现在更好有这个机会。虽然不知道他们要人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想来那边待遇肯定比我这儿好，没准能自己住一间房呢。我不想去，我会学着做更多的事，你不要把我交出去。要是舍不得我，那就不去。我想留在这里。小薇走后，我躺在床上想着，这个厨艺突击队要每个房主交一个人，是做什么呢？是扩充队伍？不知不觉带着疑问睡着了。等我睡醒看手机，已经是下午3点。走出房门，看到小薇站在阳台往外看。我走过去，看到窗外楼下的小花园里停着2辆车，10几个穿着生化服拿着枪的人围着不远处一栋楼的楼门，看他们一副警戒的样子。我问小薇怎么回事？半个小时前2辆车就开过来了，然后就一直围在那里。我仔细看着那栋楼，今天天气晴朗，阳光照到对面楼的玻璃上反射着耀眼的光芒。我突然想到苍白男，
会不会是他？这时我看到一直围在外面的那些人动了，他们警惕地分了几个人进了楼门，不多时看到外面留下的人也都进了楼，然后突然看到那栋楼晃动了一下，一阵强烈的爆炸声，接着就是火光，惨叫声此起彼伏，有人身上着着火从楼上跳了下来，可是太高了，那些人仍然不顾一切跳下楼，染红了楼下的地面，像开了一片红色的花朵。不好，要出大事！果不其然，不到1个小时，又来了一辆车，下来了几个人，不顾楼里的火还在烧，冲了进去。不多时，我看到他们拿着一个黑色的包走了出来，坐上车后迅速驶离。那是什么呢？能让厨艺救团队不顾这么多人命都要得到的东西？今天下午的气氛极其沉默，我坐在沙发上玩着手机游戏，其他人都在房间没有出来。如果厨艺救援队的人非要带走一个人，那就试试看谁的枪厉害。这时敲门声响起，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终于来了。我把门打开，门外果然是身穿生化服拿着枪的队员，他们看到我开门。你们这里有几个人？还有位置有？什么意思？我们有队员受伤了，想找个房主收留我们。我这倒是还有位置，要让我先检查一下。我明白，按照规矩检查。你们去那儿吧。我侧身让他们进来，他俩扶着受伤的人进去了。安置好后，那个队员出来了，他介绍道：我叫冯辉，是这支队伍的队长，里面受伤的是王刚，我们是刚才爆炸中的生存者。那你们怎么不回厨艺救援队？我们任务失败了，按照规矩回去也会被罚，而且没人知道我们3个还活着。你们的惩罚是什么？冯辉没有再回答，我也就没有继续问下去。一直到晚上都没有人再来敲门，看来厨艺救援队今天不会来了。冰冷的系统音准时响起。今天起将不再公布分辨艺人特征，稍后将更新艺人击杀榜，位列前3的房主有额外奖励。今后来访者将不会统计数量，各位房主要努力活下来。我听完彻底愣住了，难道艺人已经进化到系统也难以分辨的地步？我后背冒出冷汗，系统也没办法统计今后来访者的数量了。这是出了什么事？如果没办法通过系统得知消息，那我们怎么办？这时我发现张凯回复了我的私信：兄弟，我这出大事了！昨天我外出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屋里有真人被艺人杀死了。你之前没好好检查？不是，是没分辨出来。今晚我这屋里就剩下2个人了，那鬼东西来了的话，估计我也活不过今晚了。如果我明天没回复你信息，你来我这儿把物资全拿走吧。不行，我试过收留其他房主，结果到12点那个房主自爆了。关掉私聊界面，现在快到访客拜访时间了，我不能过去帮忙，只希望张凯能躲过这次危机。哥，这个刚才发出了声音。在这场战役中，我们取得了胜利。又等了一会才发现再也没有发出声音了。我问唐小月，这个收音机之前说了什么？之前听到收音机响过一次，这2天没事就研究了一下。刚才调频道的时候听到这个频道在说话，但是那会儿好多人在说，听不清讲了什么。今晚不知道会来几波来访者，等一会儿大家都准备一下。好，我去通知他们。唐小月说完就走了。很快响起一阵暴躁的敲门声，门外的人似乎很急，门被敲得又震又响。还是刘念去开门检查，他刚打开观察窗，就听见他刺耳的尖叫。我抬头看过去，刘念急急向后退去，只见观察窗伸进来一只胳膊，胳膊干瘦硬黑，5个指尖尖锐泛着青黑色。还好刘念反应快，退得及时，不然被抓一下怕是要皮开肉绽。我赶紧去厨房找了几把菜刀，甩了甩挑了一把还算趁手的。我来到门口，那只胳膊还在四处乱抓，掂了掂手上的菜刀，用力砍了下去。外面的敲门声短暂的暂停，然后就是更加大力的敲门，那不像是在敲门，更像是在砸门。从观察窗的窗口又伸进来4、5只胳膊，各个方位胡乱的抓着。我拿着菜刀又砍了一只。去把王明喊出来，别躲在屋里装死。你去厨房找把菜刀来砍。王明在厨房磨蹭着，冯辉这时过来看到，二话不说，直接去厨房拿了把菜刀。门外伸进来几只，我们砍掉几只。门外的敲门声停了下来，就是现在，射击！只听门外惨叫声此起彼伏。我等了一会，端起枪打开门冲了出去。门口躺着几个被小威射杀的艺人，不远处还站着几个只有1个半胳膊的人。见到门打开，又嘶吼着冲了过来。我眼都不眨的开枪，把他们全都爆头。天花板上滴着黄白色的脑浆，整个走廊绿叶横流，腥臭无比。这才是第一波而已。怪不得系统不再统计拜访数量，眼前的状况已经没办法统计了。我赶紧回到房间，打开系统里面的商店，找到刀具，买了几把砍柴刀。现在我等级不够，在商店里面还买不到枪械。刚才击杀的这些艺人又让我小赚了一笔金币，把砍柴刀给了冯辉，不愧是正规地方出来的，下手快很准。又去厨房把王明揪起来，等会儿再来艺人，你给我往上冲！我身上沾着刚才见到的粘稠绿叶，眼神冰冷地看着他，不然老子就砍死你！这时我浑身汗毛竖起，我回头一看，苍白瘦长男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在门口微笑着看着我。晚上好，陆先生，看起来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啊。对，我这里现在有9个人，已经远超你要求的人数，连下次的都完成了。陆先生运气不错，不过谁告诉你下一次的要求还是人数呢？那是什么？那就等下次见面了，我很期待呢。
这个苍白男到底是谁？是谁在发布任务？还没等我想完，就见走廊尽头走来一群异人，我赶紧关上门，招呼众人来干活了。天微微亮，我喘息着放下枪，看着拿着砍柴刀弯腰喘息的冯辉。这是第几波了？第4波了，还有吗？天亮了，没有了。刘念，你和林婉把门口打扫一下。我看着王明，拍了拍他的肩，干得好。接下来打算怎么办？那鬼东西下次指不定要多少人。我喝了一口水，看着天边依旧泛红的月亮，眼神坚定。守好这公寓，多找些幸存者升级防御。不管是异人亦或是那瘦长苍白男，想要动我的人，就得先踏过我的尸体。我知道未来的路会更加艰难，会有更多的危险，更多的未知。但只要这公寓还在，只要身边的人还在，我就会一直守下去，带着他们在这末世里杀出一条生路。